来到莫斯科的胜利公园呢，充满了呢，就是呢，这个莫斯科的一部忧伤的歌曲，写着呢，就是呢，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军人从没有流血的战场上归来，他们并没有埋葬在我们土地之下，但是他们已经变成了白鹤飞翔。记得呢，这些军人呢，曾经身穿的军服，挂满了勋章啊。每一年在胜利广场，有很多坐在轮椅上有小孩子或孙子推进来的进场的婆婆们，接受总统颁章的时候呢，他们呢永远都会流着泪讲了一句话：我不要这冰冷的勋章，如果在孤独的夜晚可以的话，我只要我的老公陪着我一起入睡啊。活下来要承受的痛苦更多，这就是战争啊！战争的结果不管输啊是赢，可以简单的带过啊。他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啊！你知道呢？战争带走多少俄罗斯的男人吗？为什么以前俄罗斯的男女比率高达了1:10？为什么以前的俄罗斯女生为什么很多人说她那么凶悍、那么好强？你可以知道吗？很多的妻子在当时在他们的战争当中一时之间变成了寡妇。很多奶奶来到这个公园会告诉她的孙子们，你知道这美丽的公园是要有战争才会有的啊。她看不出奶奶脸上的忧伤，但是呢，你知道吗？她多么的残酷。莫斯科的胜利公园，早期的胜利公园在地被称为受尊敬的一座山，起源于以前莫斯科城市还没有发展那么大的范围的时候，胜利公园在这个高地城市的边境又是一个制高点，所以当人们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个山头，回望一下整个莫斯科。在这里面呢，胜利公园呢，在1958年呢，当时的苏联军在公园内树立花岗岩做成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就写着什么？给所有参与1941年到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苏联人民。现在呢，我们往地下宫殿之旅啊，地下宫殿其实就是呢，到莫斯科的地铁站去坐地铁。到莫斯科的地铁站去坐地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呢，莫斯科的地铁站呢，就有如艺术画廊一般，就跟博物馆一样。尤其是在地铁站的胜利公园内部呢，还有1945年，刚刚我们看到楼上的上面走下来的这个胜利公园，可以看得到这个胜利公园，而到底下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得到地铁站胜利公园里面的战胜图，有没有？来，现在打开呢，坐这个手扶梯下去，我告诉你啊，莫斯科的地下宫殿啊，坐那个手扶梯啊，到底下去呢，非常吓人啊，那个高度、长度之长，高度之高啊！我的妈呀哈，真的哈，很吓人哦。坐起来呢，不知道通到地下第几层啊。那这些呢，都是为了什么？第一，寒冷啊；第二呢，盖在比较底下，比较不会受战争破坏啊。所以呢，来到莫斯科的地铁站游览呢，变成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啊。在整个莫斯科的地铁站呢，你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大小的壁画。他描述的，你看，这是莫斯科的地铁站啊。这个莫斯科的地铁站呢，真的不输外面，不输瓦靠。当你来到这里面的时候呢，你会被里面的很多的里面的艺术雕作呢吓到，那我的地铁啊，省得好水。所以，当我们来到了哪里？来到了莫斯科，俄罗斯，我们一定会来到了它的地下宫殿，就是地铁站旅游。
莫斯科从1934年开始它的第一条铁路路线，你想想看，当时台湾的1934年在做什么呢？塞无车 ，Q 无塞，对吧？1934年呢，它就已经有地铁了。这只鸡会为它带来好运哦，所以很容易看到这一只鸡就很光亮啊。1934年开始它的第一条地铁路线逐年营运到了2013年呢，总共地铁站有186站。那你看摸它的嘴也可以带来好运啊！哇塞，天哪啊！怎么这个地铁站当时盖的时候，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好运哦。在地铁站里面有186站，有44个斜路的历史遗产，美丽的穹顶、优雅的雕像、天花板、镶嵌画、古罗马、巴洛克、斯大林帝国，一个一个极简风诉说的历史跟人文，这就是地铁。来到这边呢，竟然可以把地铁站也列为了必要的参观项目之一，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而在这里面呢，走到地铁站常常都会不知道东南西北，跟着人走跟着人走。一天高达的900万人次，它是城市的大动脉，有900万人次就在地铁里面招来招去。它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新建的地铁，却是世界上使用人次最多的地铁其中一个，跟日本一样哦。不到1分钟，一班接着一班，一班接着一班，这样子的地铁站其实才会赚钱哦。但是呢，它这里面其实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它地铁站的那个费用不高哦。所以呢，很方便，非常方便。每个地铁站的建筑跟装饰呢，都具有建筑年代的历史特色真的国外他们特别有历史的眼光知道建造出可以留下100年建筑的历史我们坐到了阿尔巴特大街。阿尔巴特大街呢，其实也就是在莫斯科俗称的艺术大街。在这个阿尔巴特大街上面呢，有非常多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呢，就花俄罗斯娃娃，当然啦莫斯科的杜兰朵宫廷飨宴哇，这一些应该说很对女孩子的胃口很多人喜欢呢，菜色呢摆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吃起来呢会是觉得很美好的一餐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全俄罗斯最高级的餐厅，叫做杜兰朵餐厅
看看杜兰朵餐厅被俄罗斯人民市民形容超级可怕的餐厅啊，因为它这上面都用黄金打造的啊。事实上这一餐呢，用尽了4亿的俄罗斯钱耗了6年半把它盖起来的，奢华代表是做梦。那孔吉麦坐在这里面随便吃上一餐都要台币3-4千块以上有没有很奢华啊？有没有很了不起啊？我们在讲的并不是说呢，哇，我假贺大贺，应该要讲说，来到这边来看看一个耗时6年半，全俄罗斯最贵的餐厅长什么样，那叫做体验啊。耗资15亿打造，号称全球最贵的餐厅，用餐在这里面呢，你看不出里面从外面看不到为什么？如果从外面看得到那就没菜气啊！它一定要让你看不到走进来这里面，东西好不好吃不管但是呢，有这些孔金宝影呢，这些艺术建筑呢，在你旁边呢，就会让人觉得真是不得了。在2005年开幕的豪华餐厅，耗资了这么多钱，格局非常的高贵。在这里面呢，如果你的摄影机太大台拿起来拍，它还不让你拍嘞。它坐落在莫斯科的一条大道上面，它从门口进去呢，你完全看不出这里面因为它的门口就是2片木质大门，浅浅的淡蓝色的玻璃，乍看之下跟平房一样走进来这里面呢，里面还有 security，的保全人员还在门口跟你挡着呢。树根的大理石廊柱就在这里面面对着这里面的很多的古希腊的神的雕像，玻璃透光你说这是奢华的享受？当然是，但是呢，这种享受呢是让你开眼界的，让你了解什么是最贵的餐厅的，也不是叫你天天来用，那还得了
克里姆林宫的围墙。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墙，它是15世纪末建立的。意大利是来到了莫斯科，然后在这边建立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所以说很多小公国之间，他们都在打仗的就是这个时间的时候，每一个城市建立的时候，它在周围都会建立围墙。这个是历史博物馆，然后历史博物馆的左边还有2个绿颜色的尖尖头，下面有一个大门，很多的人大剧院里面每一年的10月份开始，在里面就会有芭蕾舞的表演。右前方可以看到雕像，这个雕像呢就是马克思的雕像。如果你要是俄罗斯是一个艺术的宝块，不为过。这是 Chinatown 啊，中国城啊，真的一点都不为过。为什么？在整个莫斯科呢，我觉得在苏联之前呢的俄罗斯帝国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直到了后来变成了苏联再后来呢又走回了莫斯科这个名称所以你在俄罗斯，其实你可以看得到，除了非常多具有特色艺术历史价值的东正教教堂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在很久以前所留下来的这种巴洛克式的建筑。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古典巴洛克超市，这个超市呢里面的建筑呢就是巴洛克式的建筑，它的重点呢不是在卖里面超市的东西，重点在于告诉你，我等于是在一个这么美丽有如艺术博物馆里面开的超商，那里要盖了所以呢，这就是也重点这就是也重点。那当然，俄罗斯也可以去买到很多我觉得比较道地的东西啦，一些欧米亚给一些特色那像这种古典巴洛克式的超市呢，我想全世界你要看到呢，真没几个太特别了修特殊一样所以呢，这个是重点莫斯科的宫廷超市耶里谢耶夫斯基，真的难念这一家超级豪华的古典超市就在呢维特尔采用高挑建筑浓厚的巴洛克式的风味。你觉得它便宜吗？不便宜逛超市可以逛得那么高级呢？菜奇还是不太容易所以进来的呢，摇身一变大神买菜去在这边呢用餐的地点也是很贵的就在旁边的好几亿元打造的这个杜兰朵餐厅也就在这个超市旁边而且贵调旅游路线刚好合在一起。哎呀，我们终于拍到底下的那卖的东西了，有没有这个超市我相信很多人来莫斯科应该都有来过，我相信这个超市呢，也许也可以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感觉吧让你看看呢国外保存艺术品是怎么保存的现在的超市的大厦在1898年由百万富翁了 George 出资建造，1917年苏联建国的时候呢，改制为国有的商店一直保留下来到现在
那在这里面呢，提供给当地的顶客族顶客族就是单身贵族拿各式的生鲜食品感受到金砖四国。虽然现在金砖四国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讽刺了但是呢，让你感受到金砖四国的魅力何在这就是一雄厉害的所在有没有？从外观再来给它扫视一遍莫斯科的游船之旅哇，沿路上呢可以游览看尽莫斯科最美丽的风光。